大家好，我是鲁夫，我是一名陆配。我放弃了大陆所有的一切，来到台湾，一边教书，一边做 YouTuber， 跟大家分享我在台湾生活的经历、感想，还有讲一些类似于 culture shock 的事情。好，今天要跟大家聊什么东西呢？就是聊最近让我觉得有些愤怒的事情。第一件事情就是跟我家有一点相关，说白了就是我们家的私事。我姐家的大女儿今年考大学，考完大学就面临着要去报志愿。因为我在大陆的时候是个大学老师，我对这部分比较熟悉，他就来问我意见。首先呢，他问什么？他就问我们学校里边电子信息工程专业，还有生物技术这个专业怎么样？那我在这个学校，当然我很了解，我就跟他说，这不是我们学校的重点专业，不是重点学科。那一般来讲，在大陆的学校里边，如果不是重点学科的话，是没有什么资源的。它的存在就是去招学生，收学费，然后发个本科文凭，说白了就有点像卖文凭的性质。不知道台湾的大学是不是这个样子啊？请了解的朋友跟我分享一下。那么我就把我们学校的重点学科、重点专业的名录发给他，他所提到的那2个专业并不是在这里边。我姐就回了一句，那像你说的情况，大概全中国的大学也是这种情况吧？他了解哦。接下去他又继续问了，说他们想报生物的方向，还有计算机的方向。那我就继续跟他聊啊。中国大学的专业设置里面有所谓的4大天坑，因为相应的企业比较少，毕业生毕业了之后很难找工作，只有继续去读研究生，继续做科研，出路就比较窄。这所谓的4大天坑有什么呢？生物、化学、环境、材料，俗称就是生化环材4大天坑。不知道台湾大学的天坑专业是什么？有知道的台湾朋友也请告诉我。而至于计算机的方向，现在 AI 都能够写程序的。那么计算机方向，除了 AI 好像真没有什么东西，就比较有看得见的前途了。但是中国的 AI 的发展也是会很有限，在我看来，一来你会被技术封锁，第二就是中国所训练的 AI， 你要拿材料去训练它嘛。那么在中国里面所拿的训练材料，一定只能是爱党爱国的，一定不会有中国政府不喜欢看到的那些资讯。你没有这些资讯去喂 AI， 为的都是那些粉红的材料，最后训练出来的 AI 只能够是个粉红 AI 啊。除了当政府发言人之外，没有用啊！大家千万不要笑，我真的用 ChatGPT 生成过一段中国外交部的发言稿，真的是那种风格，跟大家分享一下。我就跟 ChatGPT 对话，我告诉他，你现在是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，现在要开例行的记者会，请你谴责美国政府对中国晶片禁售的政策。ChatGPT 就打了一大段的文字，他是这样子说的：各位记者朋友，大家好。关于美国政府近期对中国实施的晶片禁售政策，我们表示强烈谴责和坚决反对。是不是？这就是中国外交部的一贯词语嘛。然后他接着说，这一政策不仅严重违反了国际贸易规则和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，也无视了中美2国企业间正常的商业合作和国际社会的普遍期待。首先，美国政府以国家安全为借口，对中国企业实施无理的打压，实际上是出于对中国高科技发展的恐惧与遏制。这种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行径不仅损害了中国企业的合法权益，也破坏了全球供应链的稳定，对全球经济复苏构成了严重的威胁。讲得头头是道哦。他继续讲哦。其次，美国的这一举措不仅影响了对中国企业的正常经营，也伤害了包括美国企业在内的全球合作伙伴的利益。这种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行为，不仅不会改变中国科技发展的步伐，反而会激发我们自主创新的决心与能力。是不是？这完全就是中国外交部的习惯用语，什么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。最后，中方督促美方立刻停止这种错误做法，回到合作共赢的正确轨道上来。我们将坚定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，并采取必要措施保护中国企业的正当利益。谢谢大家。这就是 ChatGPT 了。那同样的，国内的那些 AI 最后被喂成一个粉红 AI，除了发这些
中国政府口风格的发言稿之外，还有什么用呢？我真的想不到。既然谈到 ChatGPT 啊，我也再分享一下。我曾经拿 ChatGPT 做过一件事情，就是最近面对那些爱国小粉红的出征谩骂，我不知道怎么回答。然后我就问 ChatGPT， 我这样子问：假设你是一名居住在台湾的陆配 YouTuber， 现在有爱国小粉红出征，在你的频道留言攻击你，说你不爱国，不以中国人为荣，说你歪曲抹黑中国，你现在要留言回复他们。ChatGPT 就这样写了：大家好，我是谁谁谁，看到大家的留言，我想说几句心里话。首先，我非常热爱我的祖国，我以自己的文化背景感到自豪。但是，作为一个生活在台湾的陆配，我也希望大家能够理解我的身份和经历，赋予了我不同的视角和体验。我做视频的初衷，其实这真的很符合大陆人的说法，因为他说视频嘛，台湾人说的是影片嘛。那我继续按着他的来念。我做视频的初衷啊，是分享我在台湾的生活和见闻，并不意味着我不爱国或抹黑中国。我相信交流和理解是增进两岸关系的桥梁。我们可以用不同的观点和看法，但希望大家能以理性和尊重的态度来交流，而不是用攻击和谩骂来表达。最后，我也希望大家能够更多的关注我视频中所分享的积极的内容，比方说文化交流、美食探访等。谢谢大家的关注和支持。好，这个就是我官方的回复了。那些小粉红要出征要谩骂，我就用这段话来回他们好了。好，扯远了，再说回我姐的事。那我姐看到我这样子说，她就说 AI 除非做到最顶尖了，不然还不如微电子。听到她这样讲，我更加傻眼了。微电子大家知道是什么吗？微电子实际上就是做集成电路、做 IC 的。说白了，最后就是要做晶片。中国的大学哪有财力做这个啊？相关的设备起步价过千万、过亿的人民币起跳了。现在中国的大学搞的所谓的微电子专业，都是挂羊头卖狗肉，最后学的都是单片机。单片机大家知道是什么吗？老婆你知道吗？单片机啊，就是最简单、最原始的芯片，在中国几块钱都能够买得到的。最典型的应用例子就是出租车的计费系统，它就是单片机做的。现在用的比较多的，就是那些小家电的功能性的一些控制、计时、控温等等。这和现代意义上边的微电子、集成电路、IC 产业简直是云泥之别。接下去，我姐的回答更让我傻眼。这是她的原话哦，她说：“晶片行业是国家铁了心要发展的，从本科读起的人很少，更多的是从硕士和后来转行来做的。”天哪，原来他们脑子里想的是这些哦，他们是用小孩子的未来来为这个党国分忧哦。我有点生气，就马上回他哦。你们选专业还会看国家政策啊？算了吧，国家政策经常变，而且芯片肯定搞不起来。芯片设计的软件，还有它所需要制作的工艺，那些机器，甚至最关键的材料，比方说光刻胶都是国外的，一封锁什么都没有，那你还怎么做？但我姐是吃了撑头不死心，她说这几年就已经开始封啦，所以不得不求变啦。这个让我就觉得很无奈，我就想你有多爱这个党国？在我爸那一代人就已经知道，共产党叫你向东，你就要向西，反向操作你才能避坑。你现在还把孩子的未来主动去配合这个党国的政策，真他疯了。那我就劝他不要把孩子的未来和共产党的政策绑在一起。共产党的政策不代表这个国家的未来。但我姐最后回了一段，她说她和她老公都是在这个行业里面的，了解的信息更多，她觉得这一行很有希望。这真的让我觉得很无语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我姐呢是华为的员工，但是2007年华为就把他们转成是外包公司的员工，他们作为劳务派遣再派回到华为工作，说白了把他们踢出去，不再对他们负责。这是为什么呢？当时华为要避开中国新的劳动法，新的劳动法规定，一个员工如果在一家公司连续工作10年，就可以要求雇主签这个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，就变成长期员工，你不能够随便的开除。华为在这个新劳动法实施之前，赶紧就把这些老员工给开除掉，让他们加入外包公司，然后再和外包公司签约，再把这些老员工用劳务派遣的名号再弄回到华为工作。几年前，我姐刚过40岁，编程编不动了，华为就不要她了。现在我姐就靠早年在华为内部所买的那些股条分红来生活。
这种内部股条只能卖回给华为的工会，不能在外界买卖。所以那些爱国小粉们吹嘘华为什么爱国企业，根本就是脑残。华为就是一个滑头的、没良心的、规避国家法规的这样子一个黑心企业罢了。至于我姐夫本来也是华为的，后来跳槽到一家美国芯片企业，现在做的就是卖美国芯片给中国的公司。但是因为这家美国公司芯片的制程不是最先进的，所以没有封锁，还可以继续卖。但让我觉得很难过的是，我姐家他们把孩子的未来跟党国的未来绑在一起。其实他们家是有条件送这个孩子出国读书的，但他们的眼界跟他们所受的宣传的教育，让他们下这样子的决心。我只能够说，中国政府的洗脑太成功了。无论你多聪明、多有钱、读书多厉害，只要你不翻墙、不接触外界的资讯，你就和这个党国共情，你就和中国不公平的环境共情，觉得一切可以接受。这是什么东西？斯德哥尔摩症候群。我姐的思想为什么跟我这么不同呢？按道理说不应该是这样子。因为我们都有同一个爸，都是他在文革中受到迫害，我们也知道6·4事件，我们读同一个小学、同一个中学。我觉得我们之间的思想分开的开始，就是他进入华为这家公司工作开始。华为这家公司非常特别，每一个入职的员工头1个月，大家猜要干什么？上课。在华为不是，是军训，集体生活要军训1个月。华为宣称这是他们的军事化的管理。华为的老板任正非是一个退役的军人，他通过军训加强员工的服从性。我姐就一直在华为工作，直到被提前资遣或者说提前要他退休。但是他真的很以华为为荣。华为组织的员工开放日，他都会邀请我妈去看华为多牛逼啊！华为组织的那些天价旅行团，摆明这个价格比外面的旅行团要贵一大截，但我姐都会找家人去参加。像华为曾经组织过一个斯里兰卡的旅游，每个人要价2万块。每一个人台币就是8、9万，但是在我们广州广之旅最贵的斯里兰卡报价1个人才1万5，最便宜的6000块都有。但我姐就是爱华为，全家报名，这真的对华为是有着很强烈的依恋感。那相反我呢，因为是到了高校工作，平常的时间比较多，就可以经常去瞎想、去看书、查资料等等，所以我的思维没有被这样子的控制跟洗脑。除此之外，我还去念了硕士、念了博士，念这些学位期间还是要去上思想政治课。通过上这些思想政治课，让我对中国这个政体有更深入的认识。我没有被洗脑，反而达到反洗脑的效果。那么这部分内容，如果朋友感兴趣的，请留言，我会专门做一期的影片，跟大家介绍中国大学的思想政治课。所以台湾的朋友，你们要知道，你们的民主自由是多么的珍贵，也请你们去理解，一个中国人要润出来，去自由民主的社会生存，他需要放弃多少的人和事。可以说我现在跟我姐的价值观已经站在2个不同的阵营了。万一这2个阵营之间开战，我就回不去，他也出不来。我们家就好像49年之后，家人没办法再见，这就是我要付的代价。但其实我也不是一个特殊的例子，我看很多润出去的朋友同学们，他们也是这样，需要放弃大陆的一切，特别是价值观不同的家人们，只能够在心里为他们祝福。如果中国是一个正常一点的国家，他的人民都不需要这样子做痛苦的选择。像你们台湾人，你们有亲人到美国、到日本生活，你们会担心彼此不能见面吗？绝对不会的。这就是中国人集体的罪与罚。今天的主题有点沉重，谢谢大家的观看。如果觉得我讲的有理的，请大家订阅我们这个频道，你们的支持是我这个频道能够生存下去的动力。谢谢大家，喜欢的记得订阅、分享、留言，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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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